大家好，我是魏之超。最近又在知乎上刷到一个曾经的热门问题啊，问题是这样的：为什么在女人大腿上绑根带子会看起来很性感呢？这是什么心理学原理？这个问题里问的就是女团的小姐姐们很爱绑在腿上的那种带子，好像也叫腿环，也叫束袜带，我不知道学名是什么。的确是非常性感。那为什么在腿上简单的绑上这样的一根细细的带子就会显得那么性感呢？那这期视频呢，我就以一个心理学老司机的身份试着来做一番推理，给出我的答案。先上结论，我认为大腿上的绑带之所以那么性感，是因为它能强烈的暗示出这位女性能够生出更聪明的宝宝。这个结论虽然听起来非常鬼扯但请听我的推导过程。我一开始呢是先发现大腿上的绑带或者叫腿环的这个东西，它要显得性感大致需要满足以下这4个条件。我的推理呢就是从这4个条件入手的。绑带要显得性感，第一个需要满足的条件是，这得是条女人的大腿。绑带只有绑在某些女性的大腿上才显得性感。废话如果绑在我的腿上，你只会觉得是精神污染。如果觉得绑在我的腿上也很性感，那你现在就可以一键3连了。必须是女性的腿这个条件其实意味着觉得大腿的绑带很性感这种心理大概率是与择偶时候的两性选择有关系的。表面上涉及到的呢是男欢女爱，但是更往根源挖的话呢，那它肯定涉及到繁衍后代的问题。那么绑带要显得性感第二个需要满足的条件是，这得是条粗细适度的腿。这条绑带如果绑在那种很瘦的筷子腿上似乎并不显得有多性感，绑在比较粗壮的腿上性感程度也有限，只有绑在粗细适度的腿上才显得尤其性感。那这一条意味着什么呢？显而易见这一条就意味着绑带的性感程度很有可能与女性大腿适量的脂肪含量有关。那么绑带要显得性感，要满足的第3个条件是，绑带越细越性感。我发现细绑带远远比粗绑带显得更加性感。绑带的性感程度似乎有一个大道至简的特点最性感的绑带就是一条窄窄的细带。那细的为什么会比粗的性感呢？答案可能仍然是指向了脂肪。在知乎那个问题之下，有一位叫做蓝铅笔的大 V 提到，在作画的时候如果能够画出那种高筒袜勒住大腿的那种效果，让大腿显得肉肉的，那就会让漫画中的女性大腿变得特别性感。如果结合他的这个观点呢，那么显而易见细绑带之所以比粗的要更性感，就是因为细的更容易有那种勒的感觉嘛。细的东西往腿上一勒，就很容易产生那种微微陷入到肉里的视觉印象，就更容易凸显出腿上的脂肪。所以呢，条件3就进一步暗示绑带的性感程度与女性大腿适量的脂肪含量有关。最后的第4个条件是，这条绑带如果绑在大腿的上半段，要比绑在下半段显得更加性感。绑带越是靠近膝盖那性感程度就越低甚至会起到反效果。似乎是只有绑在大腿的上半段才显得尤其性感。你看绑这种腿环最专业的女团小姐姐们绑的位置就很高，而某些网店的买家秀里绑的位置就相对偏低那哪个更性感一目了然。这样一来呢，我们的推论就更进一步了。绑带之所以性感，其实是因为它凸显出了女性大腿的上半部含有适量的脂肪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的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含有一定脂肪的女性大腿的上半段在男人眼中会显得那么性感呢？这很可能就是因为我开头说的，适量的大腿脂肪能够保证女性生下更聪明的宝宝。这个道理呢是这样的，胎儿和婴儿的大脑神经系统发育需要从母体中摄取大量的长链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其中的欧米伽3 22碳六烯酸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DHA 就是所谓的脑黄金。这个成分对宝宝大脑的发育至关重要。那如果胎儿婴儿摄入的长链不饱和脂肪酸不足的话，那就会导致神经系统发育不良，认知能力出现缺陷，说大白话就是智力发育可能会出现问题。那么幼儿只有在摄入足够量的长链不饱和脂肪酸之后才更有可能成长成一个脑瓜好使的聪明宝宝。出生前的胎儿和出生后的婴儿都是从母亲的身体里摄取长链不饱和脂肪酸，胎儿是通过胎盘，婴儿是通过母乳。那么怀孕的时候和哺乳的时候的妈妈，她们自己身体里的长链不饱和脂肪酸又是从哪里来的呢？2个来源，当天的食物和身体里的长期储备。虽然妈妈是可以通过食物来补充体内的长链不饱和脂肪酸的，但是呢这个量不够用比如有研究发现母乳中60%到80%的长链不饱和脂肪酸其实是来自于母亲体内的脂肪存储，而不是来自于当前的饮食摄入。母亲身体里原有的储备才是大头。母亲的身体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很可能就是因为胎儿和婴儿的大脑发育速度实在太快了，妈妈从每天的饮食中摄取的长链不饱和脂肪酸根本就是不够用的，来不及供应。所以呢，在理想的情况下，妈妈在怀孕之前就需要在身体里提前储备好足够量的长链不饱和脂肪酸。
换句话说呢，母亲身体里的储备粮够不够丰富，就直接决定了宝宝的大脑发育水平。那么这些至关重要的长链不饱和脂肪酸具体是存储在母亲体内的哪个部位的呢？它们主要就存储在母亲的臀骨脂肪里，说人话就是屁股和大腿的脂肪里。屏幕上的这两张图呢，是女性臀骨脂肪的分布图，图中的黄绿色部分是脂肪，臀部脂肪与我们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那我们就单看大腿脂肪的分布。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出来，富含长链不饱和脂肪酸的腿部脂肪不是包裹住整条大腿的，而是主要包裹在大腿的上半段。没错就是绑带绑上去之后显得特别性感的位置。那么到这里呢，整个故事就浮现出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了。关于女性大腿上的绑带为何性感，完整的故事其实是这样的。由于母亲大腿上半段的脂肪中存储的长链不饱和脂肪酸对于幼儿早期的大脑发育至关重要，因此呢，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人类男性就演化出了对含有一定脂肪的女性大腿，尤其是大腿上半段的一种强烈的喜好。男人们会觉得那种有点肉肉的大腿上半部显得特别性感，因为在男人眼中，这其实就是这位女性能够生出和哺育出一位聪明宝宝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信号嘛。那这时候呢，如果有位女性用一根窄窄的带子勒住她自己大腿的上半段，让有点肉肉的这种信号更加强烈的凸显出来，那这就会让这个本来就性感无比的部位在男人眼中变得加倍的性感嘛。所以你看觉得大腿绑带很性感这样的一种心理，它背后的根源确实是涉及到繁衍问题。那这个理论呢，既解释了为什么绑带绑在大腿的上半段比下半段要更性感，同时它还解释了为什么绑带系在没有什么脂肪的细腿上显得不够性感。因为过细的大腿是女性身体里长链不饱和脂肪酸储量不足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嘛，这对于哺育一个聪明宝宝是不利的。过细的大腿其实是一个性感减分项，那么用绑带绑在一个减分项上去锦上添花，那当然是无济于事了。这里需要补充解释一下的呢，是为什么绑带绑在脂肪含量过多的粗腿上也显得不够性感呢？这其实是因为女性身体中的脂肪含量也不是多多益善的。过于粗壮的大腿呢，是女性全身脂肪过多的这样的一个信号。脂肪过多带来的健康损害非常多也不用我在这儿多说。我们单是看对宝宝的认知能力的影响，那过多的脂肪产生的影响也是负面的。比如说有研究发现腹部脂肪会减少人体内的 Delta-5 去饱和酶的含量，这种酶的含量变低呢，就会降低人体利用食物中的前体化合物来合成长链不饱和脂肪酸的效率。科学细节听不懂没关系总之就是如果女性身体的脂肪过多的话，那对于宝宝的大脑发育也是会产生负面影响的。那么这样一来呢，粗腿暗示了女性全身脂肪过剩嘛，所以呢，它也是一个性感减分项，在减分项上锦上添花，同样是功效缺缺的。综上所述我们就得出了开头那个听起来非常鬼扯的结论。为什么女性大腿上的绑带会如此性感呢？这是因为在合适的前提下，她能向男人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这是一位能够生养更聪明宝宝的女性。好，以上这些呢，就是我对女性腿上的绑带为什么那么性感的一番推理相关的学术文献呢，我都列在视频最后了，供你参考。我是魏之超，我会在这个频道里持续输出我的三大爱好：心理学、读书和电影。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关注、点赞、收藏、评论，这对我非常重要。如果你对心理学比较感兴趣呢，那也请你去关注一下我在 B 站课堂开设的视频课《心理学通识与新知》。谢谢你的支持，咱们下期节目再见。